为了不让蛋蛋担心，楚风决定突破修为，随后便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，将那水晶炼化。水晶还未彻底炼化，楚风便感受到了突破契机，但楚风并未突破，而是将水晶彻底炼化之后才尝试突破。只是楚风能够听到外面雷电的轰鸣，却看不到9色神雷，怎么只闻雷声不见雷影？楚风，你该不会突破失败了吧？蛋蛋跟随对楚风目光望向天际，明明虚空之上雷声阵阵，可抬头望去却是晴空万里，好强的阵法。楚风也在观望虚空，但他却有了不一样的结论。阵法？蛋蛋不解。是，这丛林上方覆盖了一重阵法，我们所见的天空并非真正的天空，所以才看不到神雷。这伪装的好强，若不是神雷轰鸣响彻，我也根本看不穿这是假的。楚风道，所以你成功突破了。蛋蛋不关心此处的阵法，只关心楚风能否突破。神雷落下，自然可以突破，我有把握抗住这次神法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低下头，双手捏诀。他知道神罚就快降临，已是做好接受神罚的准备。虽然楚风看不到神雷，可是此时在外面的人却能够看到那神雷，那遮天蔽日的9色神雷于9天之上奔腾咆哮，仿佛只要他们落下，天地万物都会摧毁。也正因威势滔天，让在场的所有修武者都看得入神，哪怕图腾天河之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天雷异象。好强的异象，是何人所为？不愧是最强试炼，居然引出了这样的人物。众人议论纷纷，好强的天雷异象，这楚风还真厉害啊。而相比于其他人，莲儿与神秘女子则是知道这是楚风所引起的。没过多久，那神雷便劈落而下，但可能是受到阵法的影响，神雷落到半空便消失不见。但身处丛林之内的楚风却终于见到了神雷，神雷席卷向楚风，楚风也是面露痛楚，毕竟这可是神法。但没过多久，那神雷便消散，楚风成功接受了考验。如此轻松，莲儿再度吃惊。通过神秘女子那面镜子，她能够清楚地看到楚风的一举一动，而她吃惊的是，那神雷如此恐怖，楚风竟这么轻松的就承受住了。小姐，一定要将他招入麾下呀！莲儿对神秘女子道。但此时神秘女子的脸色却是有些不对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莲儿察觉不对，不由问道。这方天地还有其他人使用了伏天真相网。神秘女子道。听闻此话，莲儿顿时小脸变化。伏天真相网乃远古秘宝，当世之人应该无人拥有才对。是图腾龙族吗？莲儿问。图腾龙族倒是有可能有伏天真相网，但无法确定是不是他们。但因为有人提前使用了伏天真相网，这便让我的伏天真相网很难窥探到真相。神秘女子道。那我们的伏天真相网不是白白浪费了？是谁啊？好可恶！莲儿气愤不已。那样珍贵的宝物，好不容易用了一次，若是没有效果，那可真是让人难受。只能如此了。神秘女子说话间，取出一颗红色丹药，而那丹药上面竟刻画着一只眼睛，这眼睛内蕴藏着极为强大的结界阵法。小姐，你确定要在这里运用观天？看到这颗丹药，莲儿惊讶万分。如果说伏天真相网已是极为珍贵的宝物，那么这名为观天的丹药，则是比伏天真相网还要珍贵10倍的宝物，早已绝迹。此乃秦九亲手炼制，数量有限，据说只要将其使用，可获取堪比天眼大成的力量。我感觉事情不简单，不能不明不白的围观，必须要搞清楚情况。神秘女子将那观天捏碎，观天便化作红色粉末飘散开来，而只见其猛然吸气，便将红色粉末吸入口中。吸入之后，女子双眼紧闭，随后左眼依旧闭着，只睁开了右眼。而这一刻，她的右眼已然变化，竟与那观天上的阵法一模一样。而那只眼睛，此时仿佛可以洞穿天地万物，在这只眼眸下遮挡一切的阵法，竟也都消散开来。4个场地的所有一切都映入了神秘女子的眼帘之下。甚至很快，女子看到了地底深处图腾龙族众多高手所聚集的古老殿宇，果然是圣龙遗迹。神秘女子看到桌子上的球体，一眼便认出那是圣龙遗迹第1关宝物。据说只要此球体彻底打开，第2关的谜题将会揭晓。只是哪怕远古时期，也没有人将这球体打开过，因为要求实在太苛刻了。4个场地，4种境界的强者都要通过考验，这是非常难的事情。小姐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莲儿不由好奇地问道。看到了图腾龙族的人，他们派出了很多高手，9骑龙战便来了5位。神秘女子道。来了5位吗？好大的阵仗！莲儿兴奋起来，她是知道图腾龙族的9骑龙战代表着什么的。龙君临也在。神秘女子道。龙君临当是9骑龙战最强3人之一。莲儿更加意外，9骑龙战虽是9人，但却也有强弱之分，并且辈分也有不同。因为9骑龙战这最强9人的名号，图腾龙族内部也是很多人在争夺，所以总有新人换旧人。但9骑龙战之中有3位，却始终没有人敢向他们挑战。他们3人坐在9骑龙战这个位置也有几万年，他们3人也被称为9骑龙战中最强的3人。龙君临便是其中之一，他不仅实力强大，地位也是极高，常年待在图腾龙族之内，除非有绝对的大事，否则他是不会现身的。但是想一下，这可是圣龙遗迹，所以龙君临到场倒也不意外。可这种人物太少现身了，所以莲儿还是感到惊叹。那其他场地有人通过考验吗？莲儿问。没有，目前只有楚风通过了考验。神秘女子道。那伏天真相网真的是图腾龙族用的吗？莲儿又问。不是，没有看到他们使用伏天真相网的迹象。神秘女子道。不是图腾龙族，那会是谁啊？莲儿不解。看来不止图腾龙族惦记这圣龙遗迹，还有其他人也在观察，让我找一找到底是何人。神秘女子的目光从图腾龙族高手所在的古老殿宇抽出，向浩瀚山脉四周观看。而此时楚风已经成功突破修为，踏入了9品5尊。
忽然，一道光柱自丛林深处释放，那光柱伴随龙吼出现，光柱内还有龙影窜动，十分威严。但最引人瞩目的是，那光柱内刻写着2个字：最强。看来最后的争夺就要在那里展开了。楚风立刻动身，飞掠过程中也不断看到有其他人在交战，甚至有些人是生死交战，足以看出这半神之下的顶尖高手们拥有恩怨的还真是不在少数。这种事情楚风也不愿理会，所以楚风前行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。但很快又有2个人的交手引起了楚风的注意，那是一男一女，而这2个人楚风都认得。那名男子身穿白衣，手握折扇，乃是先前唐修与自己打招呼时上前挑衅之人，此人名为周岩。而那名女子则是莫雨涵。周岩9品5尊，拥有天赐神体，可提升2重战力，而莫雨涵8品5尊，但却能与周岩抗衡。莫雨涵不仅身上散发着粉色气焰，气焰之中还有花朵的虚影，最主要的是她的眼眸也是变得格外特别。8品5尊，提升3重战力，这莫雨涵倒是不简单。楚风道，他看得出来，莫雨涵与之前的斗笠老者不同，那斗笠老者是靠搏命的手段才提升3品修为，但这莫雨涵却是自身的血脉，他是天赋极强之人。这到底是什么血脉？又好闻又好看，他怕不是花仙子转世吧？淡淡道，这莫雨涵的体香的确好闻，此时施展血脉更好闻了。我从小到大闻过的香气，他可以排到第2了。楚风道，你还闻过更香的？淡淡好奇，闻过呀。楚风道，在哪？淡淡问。我愿称她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楚风道，是谁啊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淡淡更加好奇了。现在就在我界灵空间之内，刚刚还说了一句话，是谁啊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楚风笑嘻嘻的道，你有病吧？淡淡忍不住大骂，但小脸却红得跟苹果一样。嘿嘿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怎么就有病了？楚风笑道，别臭贫了，那莫雨涵快坚持不住了，你要不要帮？淡淡问。莫雨涵的确快坚持不住了，本来不想帮，但我看那周岩不爽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飞掠到战圈周围，大喊一声，需要帮忙吗？这突然来的声音让周岩与莫雨涵都是一愣，倒是周岩反应快，冷漠的喊道，不用，没说你。楚风将目光看向莫雨涵，擦。周岩撇了撇嘴，而莫雨涵则是没有言语，看来人家不需要你。淡淡道，那便算了。楚风说话间便准备离去，等一下，可莫雨涵却在此时开口，说话间施展出一道强力攻击，随后便退出战圈，落在楚风身旁。可下一刻，无数把巨大的扇子飞落，将楚风与莫雨涵团团包围。小子，你是真找死啊！居然敢坏本公子的雅兴！既然你想多管闲事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死之前一饱眼福，让你看着我和这位姑娘玩。周岩无耻的道。只是这一句话，就让楚风意识到周岩与莫雨涵为何会打在一起了，必然是这周岩见色起意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暗中传音落入楚风耳中，是莫雨涵，你听着，这周岩不好对付，以你的修为直接参战帮不到我，等一下我全力拖住他，你再寻找机会运用这暗器来对付他。莫雨涵说话间，手中出现一把带有符文的匕首，那是一把特殊的暗器，威力极强。他敢想交给楚风，却发现原本站在他身旁的楚风不见了，而仔细一看，他那双粉色的美眸也是呆住了。只见楚风出现在了周岩所在的位置，他周身雷霆涌动，拳头刚好落在周岩腹部，而那周岩则是捂着腹部，咧着大嘴，连连倒退，随后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则是回头看向莫雨涵，莫姑娘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楚风说话之际，额头之上的神字雷纹格外耀眼，而莫雨涵则是目若呆鸡。你是9品5尊，你隐藏了修为？不对，你是天级血脉。刚刚天上传来的轰鸣与你有关，你是刚刚提升的修为？莫雨涵问。楚风微微一笑，虽没回答，但却已然给了答案。哪冒出来的狗崽子，小爷要活撕了你！就在此时，一股磅礴的杀意传来，那周岩不仅站起身来，体内更是升起紫色气焰，双眼也是变得发紫。禁药，他服用了禁药，以此来增强战力，并且这禁药威力极强。见到这样的周岩，莫雨涵脸色大变，他深知此时的周岩是他绝对无法战胜的。可是面对周岩起身的攻势，楚风躲都不躲，手腕一转，太古英雄剑出现掌心，随后对着周岩刺去。这一剑极快，直接洞穿了周岩脖子。不仅莫雨涵愣住了，周岩自己也愣住了，唯有楚风面色平静，若不对我动杀心，你本可以活的。楚风看着周岩，还不待其回话，手臂猛然一挥，长剑伴随鲜血飞舞，周岩的头颅也飞了出去。一代天才周岩就此陨落。莫雨涵粉色的美眸瞪得溜圆，精致的小嘴则是微微张开。他不是没有想到周岩可能会败，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败的，简直毫无还手之力。他震惊无比，不只是周岩被杀，而是楚风此时身上散发出了天赐神力，这便是楚风为何可以轻易击败已服用禁药的周岩的原因。在9品5尊境，楚风可提升3重战力。楚风公子，忽然莫雨涵对楚风施以一礼，这是干嘛？楚风问。之前是我莫雨涵小看了楚风公子，可楚风公子却不计前嫌，今日还愿出手相救，请楚风公子见谅。莫雨涵满脸真诚。楚风笑了笑，还以为是什么。莫姑娘不必多虑，我楚风向来不在意别人如何看我。听闻此话，莫雨涵小脸又微微变化，他之前没注意，但现在认真观察便可发现，楚风与其他小辈好像真的不一样。其他小辈就算没有实力，但有背景都会嚣张跋扈，若是有背景又有实力，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的厉害。可楚风不一样，他很强，但并不炫耀。当日出手是有人挑衅，这一次出手是帮助自己，甚至哪怕被人轻看，他也不会展露修为。楚风不是吹嘘自己，他是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。
有实力却不张扬，这样的人他不是没见过，但小辈之中他是第一次见。楚风公子，一点心意，还请收下。莫雨涵走到楚风身前，拿出一个乾坤袋，递给楚风。楚风接过，发现里面有10颗炼制过的武力珠子，几乎每一颗的力量都不低于刚刚他炼化的水晶。就算无法让他突破半神，但也会是不小的助力。这是一份价值不菲的大礼。既然莫姑娘不想欠我人情，那便扯平了。楚风直接收下。见楚风收下的如此爽快，莫雨涵反而有些不适应。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收得如此爽快，换做其他人都会推脱一下才对。这楚风还真是不一样。楚风公子，周岩背景不简单，这件事你就当作不知道，我会对外宣称是我杀了周岩。莫雨涵道：莫姑娘，你好像不太聪明。楚风问。听闻此话，莫雨涵的小脸顿时变红，那是有些怒火的红。他明明一番好意，楚风为何骂自己？这里又没有别人，我们毁尸灭迹即可，何必争杀他的名头？楚风道：可就算别人不知道，图腾龙族也会知道啊，毕竟这是图腾龙族的阵法之下。莫雨涵道：先不说图腾龙族是否一定会知晓，就算知晓，他们有必要出来说明吗？况且他们真要说明，也是说出真相，你的隐瞒也没意义。楚风道。莫雨涵哑口无言，这样来想，自己好像真的有点傻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已是直接出手，将周岩的尸体全部收了起来。这里无法使用结界之术，楚风甚至无法吞噬周岩本源，所以只能把尸体全部带走，回头再将其本源剥离而出。看着楚风处理掉周岩尸体后，楚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。莫雨涵知道楚风是个老手，这种事情显然没少干。要同行吗？楚风问。好。莫雨涵点头。随后楚风便与莫雨涵一同前往那光柱所在的位置。你刚刚有进入一座古老的大殿吗？莫雨涵问。有。楚风回答之后立刻问。你也见到那光人了？见到了。莫雨涵道。有让你接受考验吗？楚风问。他只说了4个字，便将我传送了出来。莫雨涵道。哪4个字？楚风问。没有资格。莫雨涵说这话的时候面露沮丧，楚风有些尴尬，好像捅到莫雨涵痛处了。你呢？莫雨涵问。楚风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决定实话实说，我接受了考验，并且通过了。如果之前楚风这样说，莫雨涵会觉得楚风是吹牛，但现在他觉得楚风说的可能是真的。可哪怕如此，他的内心还是有了不一样的情绪。自己没有资格接受的考验，楚风竟通过了，那有得到什么吗？莫雨涵很是好奇。什么都没有，直接就出来了。楚风道。本来还相信楚风的莫雨涵突然开始怀疑了，不由道：你确定你通过考验了？应该吧。楚风笑了笑，什么好处都没得到，说自己通过考验的确让人难以置信，但楚风不在意他信不信，反正自己没撒谎，心安理得。转眼间，楚风与莫雨涵来到了光柱所在的位置，这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人，并且还不断有人靠近，但楚风的目光则是落在了光柱下方。那里总共有着15座高塔，但这15座高塔以金字塔的形态排列的，最下方是8座高塔，8座高塔上面是4座高塔，紧接着2座高塔，而最上面自然只有1座高塔，只是这一座高塔的最上方则是悬浮着一道令牌。那令牌上面不仅刻着图腾龙族的图腾，还写着5尊后期最强之人8个大字。眼下那座悬浮着最强令牌的塔门是关着的，不仅是最顶端那座，上面2座高塔以及4座高塔都是关着的，唯有最下方的8座高塔的入口大门是打开的。而在那8座塔前则已是站立了一些人。第一座塔站着2个人，其中一位是小贝，这个小贝楚风之前见过，他之前很是自信，并且也的确有实力，乃是8品5尊，但此刻却是愁眉苦脸，宛如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，并且时不时地看向身旁那位与他一同站在同一座高塔门前之人，越看越是唉声叹气。那是一位是老者，这位身后背着一个巨大盒子，而楚风一眼就看出那不是普通的盒子，而是剑匣，专门用来装剑的。无论是剑匣还是老者腰间的令牌，都写着残剑山庄4个字。这老者必然就是那个名气极大的欧阳残剑，也难怪那小辈愁眉苦脸，显然是面对着欧阳残剑没有自信。而第2座高塔的门前站立着一个熟人，是唐修，但只有唐修一个人，他显然还在等待着他的对手。至于第3座高塔、第4座高塔、第6座高塔、第7座高塔都站立着2个人，彼此对手已经确定。除了唐修的第2座高塔外，也还有第5座高塔与第8座高塔只站立着1个人，他们仍在等待着自己的对手。第5座高塔前是一个年迈的老太婆，而8座高塔前乃是一个身穿僧袍的小和尚。之所以说他是小和尚，是因为他长得很稚嫩，乃是少年面孔。他是一个小辈，并且小辈之中年纪也很小。这小和尚挺有趣，不仅长得稚嫩，还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，看着倒是有些可爱。眼下很多人议论这个小和尚，因为这个小和尚是个无名之辈，大家都很好奇小和尚有着怎样的本领能够登上高塔。不过要说议论最多的乃是3个人，欧阳残剑、唐修以及一个名为许天剑的男子。这许天剑身后背着一把银色长剑，据说他乃是当今半神之下最强小辈，其他人只是最强之一，但他的最强身份却是公认的，连唐修他们都认可。大家都觉得最后的对决会是欧阳残剑对阵这许天剑，刚好2人都是擅长用剑，所以对于他们2人的对决，众人十分期待。看到这里，楚风已经摸清规则，接下来应该就是一场一场的比拼，16个人可以参加，然后层层比拼，最后胜者可得令牌。如果说之前的筛选是大阵的力量，那么现在的筛选可是真刀真枪的比试了。忽然，第2座高塔与8座高塔同时释放出传送之力，分别落在了楚风与莫雨涵的身上。操！见到这一幕，
唐修忍不住口吐芬芳，而楚风也是明白为何这些人会站在高塔前了，必然是阵法选中的。在传送之力的束缚下，楚风下一刻落在了第2座高塔前，与唐修面对面。这家伙够倒霉的，居然对手是唐修。唐修好像与他认识，认识又能怎样？这要争的可是最强武尊的名头，唐修还会让着他不可？况且此人之前没有任何名气，就算有些实力，也必然实力不强，搞不好是阵法出错才选中了他。反正他不可能是唐修对手。见楚风与唐修交手，众人议论纷纷。可是听着那些对自己信心满满的议论，唐修的表情却跟吃了屎一样难看。楚风不理会众人说什么，而是礼貌地对唐修说道：“好巧。”唐修原本表情十分复杂，已是扭成一团，可见楚风说话，则是赶忙笑脸相迎。确实很巧。唐修此话说完，竟弯腰抱拳，对楚风施以恭祝大礼，预祝楚风兄弟夺得最强之名。唐修在干嘛？他这个举动本就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明明2人是对手，唐修为何开口祝福楚风？难道自己就不想夺得最强？那他来这里干嘛呢？应该只是关系比较好吧。众人正猜测之际，下一刻唐修的举动则是让他们大跌眼镜。唐修高举右手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不比了，我认输。”唐修弃权了。人们一头雾水的同时，更是一脸懵逼。唐修为何认输？他们关系好到这种地步，众人实在无法理解。唯有唐修自己知道，他根本不是楚风对手。当日司徒界灵门灵兽狩猎，楚风屠杀司徒界灵门小辈，他曾为司徒界灵门出头，结果根本不是楚风对手。若不是其守护阵法触发，其母亲替他求情，他当日就已经死了。虽然险些被楚风所杀，自己宝物也被楚风所夺，可唐修却被楚风的实力所折服。这就是为何他在见到楚风如此客气的原因。他唐修不是一个友善之人，但对待自己服气之人，他的态度就是这么好。唐修认输之后，那阵法竟然有所感应，一道传送之力直接将唐修传送回塔外，而紧接着传送之力再度覆盖楚风。楚风先是进入塔内，他可以看到那塔内乃是真正比斗的地方。若是唐修应战，他应该是与唐修在这塔内决出胜负，而也因为唐修认输，楚风几乎没在塔内停留，便直接被那传送之力带到了塔顶之上。这个家伙算是晋级了，别人还没开始他就晋级了，这可真是好运气。不明真香的人对此表示不满，他们都觉得楚风是侥幸。诸位何必在乎这些？反正就算唐修让他也过不了欧阳残剑那一关。就在此时，第3座高塔下方的一个老头开口了。这个老头浑身缠满了纱布，纱布上面还有符咒，手握一根拐杖，看上去像是将死之人，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十分狂妄。而听到他人的议论，楚风也是知道这老头其实来头不小。他名为公良锦，也有3000余岁，与欧阳残剑一样，是当年听闻最强试炼的消息后，故意压制修为，为的就是今日夺得最强武尊的称号。他乃是半神之下，老一辈中仅次于欧阳残剑的人物之一。楚风没有理会这公良锦，但却希望他能晋级，因为楚风想亲手击败这公良锦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赶来，这是楚风之前遇到的那位戴着斗笠的老者。这老者刚刚来到，立刻被第5座高塔的传送之力覆盖，紧接着便落入第5座高塔之中。与此同时，图腾龙族那位老者的声音也是自虚空之上传来：“诸位，最强试炼，武尊后期最强名号的争夺，现在开始。规矩应该不用老夫介绍了吧？反正最后的胜者便可得到最强令牌，当然根据排名不同，也会得到相应令牌与奖励。但毋庸置疑的是，排名越高，奖励越好。得以入塔的诸位，不要再有任何隐藏，亮出你们的真本事吧。”图腾龙族老者话落之后，那些人便纷纷准备进入高塔之内。可就在此时，那小和尚竟突然开口：“我问一下，你们可有人通过那考验？”小和尚问话的时候，目光扫过高塔门前的那些人，显然是对这些有资格进入高塔的人问的。可是这些人则是干脆没有理会他，直接踏入高塔之内。包括与小和尚对决的莫雨涵，也是踏入高塔内。这么没有礼貌，可真是一点都不意外呢。小和尚也不生气，只是笑了笑：“你说的是那古老宫殿的考验？”倒是楚风开口。小和尚抬头看向楚风：“对，就是那个考验，你通过了，通过了。”楚风道。只是见楚风这样说，小和尚却是眉头微皱。怎么证明啊？小和尚问。不想证明，爱信不信。楚风道。有个信，那我信了。看来我的对手是你了。小和尚对楚风道。你倒是挺自信。楚风道。那姑娘是你的伙伴吧？小和尚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目光变冷。何意？别担心，既然与你同行，我会手下留情。小和尚此话说完，便踏入高塔之内。他果然很自信。至此，除了楚风所在的高塔外，其余7座高塔皆是大门紧闭，他们的比斗正式开始。楚风，我希望那小和尚有机会与你对决。淡淡道。为何？楚风问。我感觉他很欠揍，想你狠揍他一顿。淡淡道。那我倒是希望莫雨涵能与我对决。楚风道。为何？淡淡问。按照高塔排序，若是莫雨涵有机会与我对决，那至少说明那个丫头已是第2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与其第2给不认识的人，还不如给他，毕竟这丫头我不反感。楚风道。那倒也是，本女王也挺喜欢那丫头。淡淡道。可就在此时，第1座高塔散发出传送之力，紧接着一道身影出现在高塔顶端，是欧阳残剑。欧阳残剑怎么跑那去了？难道说他赢了？众人看到欧阳残剑，面露不解。就在此时，第1座高塔刚刚关闭的门也是打开，一道传送之力飞掠而出，一道身影也是跟随落下，正是欧阳残剑的那位对手。只是这个人此时胸口已是出现一道被长剑洞穿的伤口。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那人对着高塔之上的欧阳残剑抱拳施礼。欧阳残剑没有回答，
可却仍让人们大感震惊。刚刚开始便结束了，这便是欧阳残剑的实力。而就在此时，又有一座高塔大门打开，失败者被传送出来的同时，胜利者也是被传送到了高塔顶端，是许天剑，他也以极快的速度战胜了对手。不愧是许天剑，这速度几乎不弱于欧阳残剑。果然，最终对决就要看他们两个了。众人兴奋不已，哪怕没有机会进入比斗塔，可他们却因能见识到这样的对决而感到激动。可别看里面的人看得清楚，但图腾龙族身为这最强试炼的举办方，却只能通过阵法观看大概。山脉的地底深处有着一座大殿，大殿内有着一道复杂的阵法图。通过那阵法图，他们能够看到最强试炼的大概，但却看不到具体的画面，也看不到交手过程。他们只是能够看到结果。可哪怕如此，在这阵法图前，还是站立着众多图腾龙族的高手。那位最开始宣布最强试炼开始的老者就站在这里。若是能够看到具体的交手过程就好了。那位老者道：“阵法能够正常运转已是不错了，毕竟那可是圣龙遗迹，它开启之后就是会封锁一切的。”忽然，一道声音响起，是九七龙战之一的龙震大人走了进来，拜见龙震大人。见龙震进来，所有人都是赶忙施以一礼，包括那位主持最强试炼的老者。龙震大人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圣龙遗迹的开启还顺利吗？那位老者上前问道。他知道龙震大人本该与另外4位大人以及众多高手守着开启圣龙遗迹的球体才对，既然来到这里，必然是有事情，不太顺利。目前只有5尊后期的场地有人通过考验，所以我来这里看看他们参赛的情况。龙震说话间看向那阵法图，他可以看到4个场地的比拼方式是一样的，但目前只有5尊后期的场地进入到了最终的比斗塔比拼环节。比斗塔的比拼开始多久了？龙震问道。刚刚才正式开始。那老者道。刚刚开始就有3个人赢了。龙震通过阵法图能够看到8座高塔之中，已有3座高塔顶端出现了名字，分别是欧阳残剑、楚风、许天剑。这楚风是谁？龙震之所以特意问楚风，是欧阳残剑与许天剑这么快获胜，他并不意外。可楚风这个名字，他却从未听过。回大人，欧阳残剑与许天剑是正常获胜，但那楚风是因为对手在开始之前便认输，所以才能够获胜。老者道：认输？为何？欧阳残剑问。回龙震大人，圣龙遗迹开启之后，对我们的阵法冲击太大，不仅看不到其中的画面，也听不到声音，我们也只能看到结果，所以其对手为何认输，我们也不知晓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楚风本来的对手是那个叫唐修的小辈。老者道：唐修，我好像也听过。龙震道：回大人，唐修的确是当今小辈中比较有天赋的一位。老者道：看来还真是有卧虎藏龙之辈，有点意思。龙震大人淡淡的笑了一下，却没有过多的说什么，他似乎对于这些也不是特别感兴趣。此时他再度将目光投向阵法图，目光在其他3个场地来回打量，但那3个场地几乎是空白状态，什么信息都没有。在比斗塔触发之前，其他场地也看不到任何内容吗？龙震大人问。回龙震大人，阵法受圣龙遗迹影响，的确观察不到，不过正常来说，其他3个场地的比斗塔应该也触发了才对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迟没有触发。老者道：他们早就清楚圣龙遗迹开启会对他们的阵法造成影响，他们为了保证最强试炼能正常运转，从一开始布阵的时候就将阵法设为自动运转，他们设下了触发条件，只要条件达成就会触发阵法，所以他们在外面现在什么也做不了。触发的条件是什么？龙震问。要有至少18个实力得到阵法认可之人出现，才会触发比斗塔的开启。老者道：是这18个人都需要达到一个标准，还是从场地内的人中挑选出最有资格的18个人？龙震大人问。为了让最强试炼顺利进行，规则是从场地内挑选出18个人最强之人。老者道：这样说来，比斗塔没有被触发倒也还是好事了。龙震道：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关心到底有谁能够夺得最强名号，他们只希望4个场地的考验都有人能够通过。现在没有开启比斗塔的3个场地，也是没有人通过考验的场地。龙震便觉得可能还是有人在圣龙遗迹内接受考验，等他们离开圣龙遗迹，比斗塔自然就会触发。龙震大人，那妖僧的手下一直没有动静，该不会真的是冲着最强试炼来的吧？忽然老者问道。身为图腾龙族高层，他也听闻了妖僧手下报复他们图腾龙族的事情，只是听闻此话，龙震则是笑了。如今我图腾龙族97龙战来了5位，就连龙君林大人也在，莫说是妖僧的手下，就算是妖僧在世，也是难逃一死。我现在倒是希望他们来找麻烦了。龙震笑道。当年对付妖僧也只是派出97龙战中的3位，而如今不仅有5位，还有龙君临，的确就算妖僧在世，也是难逃一死。那倒也是。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，如今此地的阵容的确不惧怕任何对手。就在此时，阵法图中那空白的3个场地都出现了比斗塔的印记，触发了，居然是同时触发的。老者感到意外，那印记乃是比斗塔被触发后才会显现，说明其他3个场地也即将开始最后的比拼。只是相比于那老者，龙震则是变得异常紧张。3座场地触发，说明明圣龙遗迹的考验彻底结束。倘若这个时候其他3个场地还没有人通过考验，那这场为了圣龙遗迹准备3000年之久的破解计划也要失败了。龙震大人。而就在这时，有一位长老急冲冲地跑了进来，他的脸上还布满狂喜之色。见到龙震，他便立刻道：龙震大人，好消息，其他3个场地也有人通过考验，圣龙遗迹的第1关破了。龙震喜出望外，感觉难以置信，不由道：当真？真的是真的。龙震大人，您可以去看看。那长老道：走。龙震立刻动身，那位长老也跟着走了出去。身在此地的人虽然无法离开，
可是刚刚的对话，他们却是听得清清楚楚。此时他们的脸上都是挂满狂喜之色。圣龙遗迹，他们知道那代表着什么。龙震大人回到那古老球体所在的宫殿，发现古老球体上的4重机关果然全部打开。打开后的球体如花瓣绽放，而在其中心上方则是悬浮着一个新的球体。只是看到这个球体，龙震大人便激动的身体都微微颤抖。那新的球体相比于绽放的球体小了很多，只有拳头大小，但却光芒四射，那不是寻常的光芒。身为龙族后裔，他们能感受到那光芒覆盖下自己血脉都蠢蠢欲动的感觉。只是光芒已是如此，那球体内部蕴藏着什么，更是不言而喻。他们的目光变得更加渴望，而透过光芒可以看到，那不是很大的球体竟然布满了图案。仔细一看，竟是一条条的龙，那些龙密密麻麻的叠加在一起，起码有上万条之多。大人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有人询问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龙君灵。可面对这种目光，龙君灵也是眉头皱起。诸位，根据历史记载，哪怕远古时期，也无人破开圣龙遗迹的第一关。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，只是接下来当如何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摸索了。龙君灵说道。听闻此话，众人也是明白龙君灵的意思，于是认真观察起来，想要寻得破解这第2关的方法。而与此同时，神秘女子则是继续观察着，但此时她没有在四下观察，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地方。就在刚刚，她发现一个方向涌现出不一样的气息，那是在天际之上。灵儿，你先走。忽然，神秘女子道：“小姐，您看到什么了？”灵儿问：“找到那使用伏天真相网之人的位置了。”神秘女子道：“是谁？”灵儿问：“看不清，只是锁定了位置，并且察觉到了非常危险的气息。他在做着可怕的事。”神秘女子道：“危险的气息，不是图腾龙族的人？”灵儿问：“不是，此人要么冲着圣龙遗迹而来，要不是冲着最强势力而来。”神秘女子道：“我们不能等等看吗？倘若楚风真的遇到危险，我们再出手救他不行吗？毕竟宗门规定，灵儿并不想他家小姐插手此事。正常来说，是不该对那人出手，而是应该保护楚风即可。可他那气息太危险了，若是达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怕现在不阻止，便没办法救楚风，我们都会自身难保。”神秘女子道：“所以小姐，你要出手？”灵儿问：“难得遇到如此良才，我不想他出现意外。”神秘女子道：“可是小姐，你灵儿有些担心。”她已经从神秘女子的话中听出那位的厉害了，那位很可能是龙君灵，都无法对付之人。我目前的实力的确无法与那些顶尖人物抗衡，但别忘了我的师尊是谁，至少现在出手我还是有把握的，但若是拖下去，便没有了这种把握。神秘女子道：“那小姐，灵儿先走，你事后来找我。”灵儿也没有过多纠缠，说完此话便直接离开。灵儿虽然担心，可却也知道他留下只是累赘，既然他家小姐决定，他便听从安排。灵儿走后，神秘女子也并未立刻动身，她取出一个斗篷披在了身上，这使得她隐藏的更为彻底。随后便向她所发现的位置飞掠而去。终于，她来到了那个位置，这里就是天空深处的云层。正常来看，这就是只是普通的云层而已，但在神秘女子的眼中，前方有着一道结界空间。结界空间内是非常辽阔的世界，但眼下却被滔天的黑色气焰所覆盖。可这不是最危险的，最危险的是，她能看得出来，那气焰深处有着一尊鼎，那滔天气焰都是自那鼎内散发而出，而眼下鼎外站着一道身影。他是在炼制着什么，并且很快就要达成，若不阻止，可能会有极为可怕的力量出现。呼！此时，神秘女子深吸一口气，脸上尽是犹豫。我宗本不该插手这些事，但事出有因，师尊应该不会怪我吧？此话说完，神秘女子看向那面镜子，镜子内仍能看到楚风。她可以看到，楚风站立高塔之上，正等待着其他人全部决出胜负，来进行下一轮。楚风自信满满，仿佛已经胜券在握的模样，让神秘女子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。师尊必然不会怪我。话罢，女子便准备破开那结界，进入那结界空间之内。可就在此时，那结界空间的覆盖面积忽然变大，明明先前还站在外面的神秘女子，此刻已身处满是黑色气焰的结界世界之内。被发现了吗？神秘女子感到意外，她知道自己那斗篷的隐藏效果有多利奥的，但现在的变化显然是被发现了。对方不想她声张，所以已是主动出击，将她拖入这结界空间之内。丫头，你身上的宝贝可真不少呢。此时，黑色气焰退散，形成一条大道。大道尽头，一道身影正在向神秘女子走来。那是一个身穿金色袈裟，但浑身皮肤为紫色，眼眸如猛兽的老和尚。他给人的感觉极为可怕，不仅仅是外表的可怕，他浑身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。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存在。可神秘女子不仅不惧，反而看了一眼那老和尚，便将目光投向这结界世界的深处，发现那尊顶前的人还站在那里。两个人，神秘女子看不清那站在顶前的身影，但察觉到那位的实力也深不可测。此时，神秘女子将目光收回，再度放在老和尚身上。你居然没死！神秘女子对靠近的和尚问：“你知道本僧？”妖僧问：“大名鼎鼎的妖僧，自然有所耳闻。”神秘女子道：“有见识，不知是何来头。”妖僧问。神秘女子没有回答，而是道：“我是谁？你别管。我奉劝你一句，你若要找图腾龙族报仇，我不拦着，但莫要牵连其他人。你有想保护的人，是那个小鬼。”妖僧看了一眼悬浮在神秘女子身旁的镜子，镜子内仍映射着楚风身影。女子立刻将镜子收了起来，目光变得不善。这小子有点本事，圣龙遗迹的考验是他通过的。妖僧道：“他仿佛知道一切。”神秘女子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妖僧的目光，寒意渐起。但他能不能活着出来，不是我说了算，我的弟子可也在那里面。他若要争第一，可是会有生命危险。妖僧道：“你的弟子是那小和尚？”
神秘女子问。妖僧轻蔑一笑，却并没有回答。神秘女子则是看向世界深处，那仍在催动鼎来酝酿黑色气焰的身影，让他停下吧。你再命令本僧。妖僧问。想活命便听令。神秘女子道。小丫头，本僧知道你有靠山，但你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今日本僧就给你上一课，让你知道何谓修为的差距。妖僧此话说完，那充斥结界世界的黑色气焰便受其所控，宛如千军万马向女子冲击而去。可女子只是轻哼一声，动都未动，但周身却释放出红色气焰。黑色气焰与红色气焰冲击，竟发出惨叫。黑色气焰正在被红色气焰吞噬，而妖僧发现那并非神秘女子自身的力量，此时出现的不仅是红色气焰，还有一层红光铠甲。那铠甲散发远古气息，也正是那红光铠甲释放出的这红色气焰。好厉害的宝物！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难道真是远古时期之人？妖僧问。别问，你不配知晓。神秘女子说话间，手指对着妖僧一指，下一刻，其周身的红色气焰竟化作无数猛兽，向妖僧冲击而去。小丫头，莫要猖狂！妖僧怒吼一声，紧接着其体内开始释放出黑色气焰，如潮水一般向神秘女子反扑而去。刹那间，红黑交织的气焰反冲而去，所过之处，万物尽毁。这一次交锋，空间碎裂，万物崩塌，只是那涟漪便可让无数真神陨落。只是这恐怖的交锋被限制在结界世界之中，外人却是毫无察觉。楚风站在高塔之上，目光时不时地看向第8座高塔。如今8座高塔也有7座塔顶站上了人，唯有第8座高塔还迟迟没有分出胜负，那正是莫雨涵与小和尚的高塔。终于，那高塔之门打开，传送之力也随之浮现。莫雨涵被传送而出，但站在高塔之上的却是那个小和尚。胜负已分，是小和尚赢了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莫雨涵虽然败了，但除了脸色有些苍白，身上并无半点伤痕。这位兄台，我说到做到，对这姑娘可是手下留情，未伤其分毫。小和尚道。楚风笑了笑，却没说什么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：楚风，小心，这和尚他很强，刚刚与我交手，根本就是戏弄于我，没有施展真本领。这是莫雨涵的声音。就在此时，4座高塔的传送之力浮现，楚风等8人纷纷落在了4座高塔之前，而与楚风站在同一座高塔的正是欧阳残剑。欧阳残剑没有说话，直接踏入高塔之内，十分傲气。见状，楚风也是踏入其中。小友若准备好，老夫可要出手了。欧阳残剑对楚风道。好。楚风点了点头。话罢，欧阳残剑已是直接来到楚风近前，他速度极快，但那轰出的手掌更快，直奔楚风胸口。可下一刻，欧阳残剑愣住了，他那即将击中楚风的手掌被拦住了。楚风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楚风一只手抓住其手腕，另一只手握成拳头，对着欧阳残剑的胸口轰去。因为一只手被抓住，欧阳残剑避无可避，只能以拳轰拳。只是2拳相对，欧阳残剑却是咬紧牙关，面露痛楚。楚风这一拳直接将欧阳残剑轰成了粉碎，并且楚风的拳头没有停止，再度轰向了欧阳残剑的胸口。噗的一声，直接将欧阳残剑的胸口洞穿。洞穿其胸口之后，楚风放开了欧阳残剑，可欧阳残剑却连站都站不稳，便直接瘫倒在地。欧阳残剑看着那站于其身前的楚风，目光震撼。他发现楚风额头不仅有雷纹，周身还有雷霆铠甲。楚风在与他对拳的时候，快速提升2重战力。楚风提升的太快了，再加上他在应战，使得他根本没有提升战力的机会，这便是他此刻失败的原因。我知道你很不服气，但你输的活该。第一个与你交手的人，你还是用长剑将其击败，结果面对我，连剑都不想用，轻视对手，乃是大忌。楚风对欧阳残剑道，他知道他能快速取胜，胜在出其不意。欧阳残剑应该不止这点水平才对，但胜了就是胜了，他轻敌那也是他的问题，老夫的确活该。欧阳残剑低头说道。见他如此态度，楚风淡淡一笑。欧阳残剑虽然轻视自己，但这认错的态度说明他人品还行。此时传送之力浮现，楚风来到塔顶，而欧阳残剑则是被传送而出。这一刻，围观人群皆是大震，这个结局显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。要说淡定的，就是莫雨涵与唐修了，可他们眼中也仍有金色。他们倒是想过楚风有赢的可能，但欧阳残剑可不是寻常之辈，就算楚风能赢，也不至于赢得这么快吧。看来我还是小看楚风兄弟了。唐修脸上露出一抹庆幸，他认输之前也有犹豫，但现在则觉得他的认输是如此的正确。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唐修这般。欧阳前辈，你怎么会败？是不是他使诈了？众人纷纷询问，他们不相信楚风真的有本事击败欧阳残剑，老夫败得心服口服。欧阳残剑道。众人诧异，为何欧阳残剑会这样说？但哪怕欧阳残剑这样说了，他们却也不相信楚风真的有这个本事，反而将愤怒地看向楚风。他们觉得事出有诈，而楚风乃罪魁祸首。他们似乎不相信你的实力啊。淡淡道，我管他们信不信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？楚风不屑一顾，那倒也是，一群跳梁小丑。淡淡也是笑道。就在此时，又有一座高塔决出胜负，乃是许天剑。许天剑出现塔顶，第一时间望向楚风所在的高塔，看到楚风站在那里，他也是目露惊讶。下一刻，小和尚也是出现在了另外一座塔顶，他也赢了。见到小和尚赢，楚风也是目光微微变化。小和尚的对手可是之前那个服用禁药可提升战力的斗笠老者，那老头的是本事可是不弱的。小和尚能够这么快胜他，说明他面对莫雨涵的时候的确是手下留情，不然不可能与莫雨涵比那么久。我擦，欧阳残剑败了。忽然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响起，
是4座高塔中第2座高塔的圣者出现，此人正是那公良景。公良景见到欧阳残剑败了，虽也震惊，但脸上却是有着难以掩饰的笑容。天意，这可真是天意啊！虽没把握胜过许天剑，但老夫这第2的名次却是稳了呀。公良景笑得极为猖狂，他不管楚风是如何赢的，反而只觉得楚风帮他解决了大敌，真是便宜公良景了。要白捡第2的名次，到底为何啊？为何欧阳残剑会败呢？此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是偷袭吗？还是说他身份不简单？欧阳残剑与唐修一样，都是故意让着他。众人皆是不解，他们都在为欧阳残剑的败而可惜，甚至愤怒。有些人就是如此，他们期望的对决是欧阳残剑对许天剑，楚风破坏了他们的期望。他们就算知道楚风有手段，却也对楚风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第一时间不是承认，而是愤怒。就在此时，传送之力浮现，新一轮的对决即将开始。而楚风与公良景则是来到那2座高塔的第1座，许天剑则与小和尚来到了2座高塔的第2座。他们4人中的胜者将进行最终的对决。嘿嘿，这位小友，我不管你怎么赢的欧阳残剑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老夫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你等一下有什么手段，就直接使出来，免得老夫不给你机会。公良景说话的时候都是笑个不停，仿佛他赢定了。放心，我不会留情。楚风道：是吗？那再好不过，再好不过。哈哈哈！公良景哈哈大笑，楚风也微微一笑，随后便踏入高塔之内，而公良景也是跟着走了进去。那塔门刚刚关闭，便再度打开，而公良景的身影也是飞了出来。而再看公良景，他的脸上已是没了笑容，反而咧嘴惨叫，因为他的丹田已被洞穿。见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，就连许天剑再度看向楚风，眼神也变了。他与小和尚还没踏入高塔，可楚风与公良景的对决却是胜负已分，这绝非侥幸。楚风靠的乃是真本事，居然连公良景也败了，而且竟然败得如此之惨，如此之快。天哪，难道他真的如此强悍吗？我居然看走眼了吗？人群再度炸开了锅。而就在此时，沉默许久的唐修则是开口：诸位，不然你们以为我唐修为何认输？我为何预祝楚风兄弟夺得最强之名？因为我早就清楚他有多强。唐修大笑，宛如这一切他早有预料。而听闻此话，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唐修早就清楚这楚风的厉害，所以才会做出那般他们无法理解的举动。如果说之前他们还怀疑，那他们现在则是不得不信了，因为公良景败的是如此之惨，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先前还怨声载道的众人再度看向那站在塔顶的楚风，目光都变了，没有了之前的仇视，反而尽显尊敬，甚至开始惧怕。他们已是明白，楚风能赢并非侥幸，而是实力。楚风有着深不可测的实力，这是一匹黑马，并且是一匹极为强横的黑马。哟，目光变了，甚至开始怕你了。淡淡道。楚风没有说话，对此他并不意外。修武界就是靠实力说话，想要他人尊敬，就得有真正的本事。有真本事之人，不怕质疑。兄台，在此等我。小和尚对楚风说道。话罢便自信满满的踏入高塔之中，而许天剑也是紧随其后的踏了进去。虚空之上，那结界世界之中，妖僧与神秘女子仍在交战，红色气焰与黑色气焰的交锋比先前更加激烈，那是另外一种层次的交手，是真正的毁天灭地。在那等交锋之下，人类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，可偏偏毁天灭地的可怕力量却是自这渺小的身躯释放而出。神秘女子立于虚空之上，她并未受伤，依旧儒雅，依旧气质超然，只是此时她的目光却已不如先前那般平静。她很清楚其自身修为距离妖僧差距很大，她能与妖僧抗衡，完全是凭借身上逆天的宝物，但她那宝物的力量已到极限，可妖僧却好像还并未施展全力，他们2人的实力差距非常之大。停！忽然神秘女子高喝一声，说话之际也使那滔天的红色气焰也是停止攻势，与此同时黑色气焰也是停下。小丫头，怎么了？妖僧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些许笑意，他很自信，于是笑得有些戏谑。你刚刚不是问我究竟是谁？神秘女子道。想说了。妖僧问。你实力增进很大，若要报复图腾龙族，的确大有机会。我与图腾龙族没有任何关联，今日来此只是因为楚风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拼得鱼死网破，完全可以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你只要答应我不伤及楚风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你若要敢伤那楚风，我保证你活不了太久。话到此处，神秘女子眼中寒意再度涌现，那是威胁的目光，也是自信的目光。她有着自信可以让妖僧死，就算现在不行，以后也必然行。听闻此话，妖僧则是一阵大笑。小丫头，你已是强弩之末，以为本僧看不出来吗？本僧已经说了，那楚风能否活，要看他识不识抬举。他若不识抬举，我弟子绝对不会放过他，但他若要识抬举，完全可以活下来。所以相比于那楚风，你还不如担心一下自己。妖僧话到此处，忽然面露狡诈，下一刻滔天的黑色气焰化作无数只利爪，向神秘女子冲击而去。这黑色气焰的力量比先前交锋时增强了几倍不止，这妖僧竟趁交谈之际酝酿了更为强力的攻击，所以哪怕第一时间红色气焰便将神秘女子护在当中，可眼下却在层层破碎，正被黑色气焰洞穿。这样的攻势，女子已是无法应对，可她不仅不慌，反而笑了。滔天巨响传来，红色气焰已是彻底毁灭，而黑色气焰则是自四面八方汇集于女子所在位置。正常来说，就算再强硬的宝物都会被挤成粉碎，女子本必死无疑。可是妖僧却是脸色大变，神秘女子不见了，但她的声音却留了下来。妖僧，你不该与我为敌。这是一句同样充满威胁。该死！妖僧满脸不甘，他没有想到
神秘女子居然能逃，而他也深知神秘女子身后必然有极为可怕的存在，让她逃了，事情可就棘手了。而此时世界深处则是传来一道声音，那姑娘的逃脱手段比攻击手段要强，没有什么不甘的，只是我们位置暴露，她多半会通知图腾龙族之人，你要做好应战准备。势立于顶前的身影所说，仁兄放心，图腾龙族一群杂碎罢了，当年的我的确不是他们对手，但如今我早就今非昔比，就算龙君临来了，也不过送死而已。妖僧道，莫要轻敌，龙君临可不是寻常之辈，老夫还需要一些时间，你若挡不住他，我们可就要功亏一篑。顶前那位则是有些担心，仁兄你安心炼制，我绝不轻敌，但也绝可敌。他们若敢来，倒省着我去找他们了。妖僧面露笑意，虽然没有抓住神秘女子，可是面对图腾龙族，他的脸上再度浮现出自信。此时距离最强试炼较远的一处地方，李儿隐藏身形站在这里，他紧张地望着最强试炼所在的地方，精致的小脸之上，冷汗都急得落了下来。忽然一道传送门开启，神秘女子从中踏了出来，她安然无恙，除了眼眸恢复正常之外，与离开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可莲儿仍是赶忙上前，仔细端详，生怕女子受伤。莲儿，我没事，只是楚风可能要有事了。神秘女子道，怎么讲？莲儿问。妖僧实力大涨，已经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，恐怕龙君临也不是他对手，而我师尊给我的宝物，短时间内无法再用，这件事我已是无力插手。神秘女子道，妖僧现在这么强，龙君临也不是其对手吗？莲儿诧异，是很强，但最可怕的是妖僧还有帮手，他们在蕴藏某种力量，若是那力量酝酿完成，图腾龙族这些人必败无疑。我已经通知图腾龙族了，只是他们很自大，竟不相信我，反而对我出手。总之这一次楚风只能靠他自己了。神秘女子道，小姐你也不必自责，咱们与那楚风本就毫无关系，你是惜才出手的，你已经出手过了，而并未坐视不理，倘若他真的会陨落于此，那只能是他自己的命。莲儿劝道，虽然他也惜才，可毕竟他们与楚风没什么交集，也没什么感情，相比而言他更在乎自家小姐的情绪。神秘女子没说话，又拿出了那面镜子，只是因为距离较远，镜子内已然看不到楚风的踪影，而此时那观天的力量也已然消散，他们已是看不到最强试炼的具体情况，已是成为了真正的围观之人。希望他福大命大吧。神秘女子叹道。此时图腾龙族那座地下宫殿陷入了极度紧张的氛围之中，因为就在刚刚，神秘女子的确来到了此地，并且说出了妖僧未死，且在酝酿某种手段，要他们赶紧去阻止。可他们所藏之地极为隐秘，怎会被人发现？他们第一反应就是神秘女子乃是妖僧手下，龙君临更是亲自出手，想将神秘女子擒下，可却被神秘女子逃脱了，这让他们十分不安。龙君临是何等存在，能在他手上逃脱，那足以证明对方的可怕。那神秘女子可比当年的妖僧还要厉害得多。大人，看来我们低估了妖僧的手下了。人们看向龙君临，他们还不相信妖僧活着，但却觉得神秘女子乃是妖僧手下。而此时龙君临的脸色也很不好看，圣龙遗迹对他图腾龙族极为重要，甚至他们都没有借用克钦长老们的力量，就是不想让此事泄露。目前知道圣龙遗迹的人都是他们自己人，可现在不仅暴露，对手实力还如此强大，这让他们很是不安。传消息回族内，告诉族内此地情况危机，让族中务必尽快再派援军过来，必须尽快。龙君临忽然下令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他龙君临什么身份？若下这道命令，等于是承认自己搞不定这里的事情了，这是颜面尽损之事。可考虑图腾龙族的利益，他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。人们也知道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龙君临下令之后，便立刻有人拿着龙君临的令牌去传递消息。另外，刚刚那女子所说的妖僧所在的位置，你们也记下了吧？龙君临道，记下了。只是大人，那女子若是妖僧手下，她所说的地方应该是陷阱吧？有人说道，有可能是陷阱，但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那神秘女子真的只是好心提醒，也许妖僧真的未死，她卷土重来了。不然这神秘女子完全可以偷袭，为何还要主动现身，并且只是传递这个消息？龙君临道，原来龙君临不是自大不相信神秘女子，只是他现在以大局为重，最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守住眼前那圣龙遗迹。世人不知，已有巨大危险降临，场外之人仍在等待结果，而场内之人仍在战斗交锋。楚风站在高塔之上，等待着他的对手出现。好厉害，那小和尚居然能与许天剑比拼这么久，原来他也是一匹黑马呀，真是超出预料，超出预料啊。相比于楚风，那塔外的众人更是议论纷纷，交谈个不停。原本人们以为这两个人的胜负也会很快分出，可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那高塔之门确实没有开启，这足以说明二人的交锋十分激烈，因此人们变得兴奋。虽然事已至此，也与他们预想的不一样，可似乎比他们预想的更加有趣了。终于在那交锋来到半个时辰之后，高塔之门开启，那小和尚的身影飞掠而出，他落地之时浑身是血，左手已被斩断，就连脖颈上也有巨大的伤口，那是致命伤，而其身上更是有着无数伤口，模样惨不忍睹。败了，那小和尚还是败了。而高塔之上，许天剑也是出现在这里，只是许天剑的模样同样不太好过，虽然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但脸色却是极为苍白。出现那一刻，便直接半跪在了高塔之上，那握住银色长剑的手掌都在剧烈颤抖，鲜血不断自掌心流下。许天剑居然也身负重创，人们如果之前只是猜测，那么现在已经确定，这小和尚十分厉害，否则不会让许天剑吃这么大的苦头。许天剑也不过险胜而已，兄台，抱歉，我丢人了，不能与你交手了。小和尚看向楚风，惭愧一笑，
他明明身负重创，可却不在乎那种疼痛，他在乎的是与楚风约定的一战未能达成，好好养伤，改日再战。楚风道：好。小和尚也是点头。而就在此时，传送之力浮现，将楚风与许天剑都传送到了一座高塔门前。这是最后一座高塔，也是悬浮着最强令牌的高塔。楚风少侠，我伤势很重，可否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调整一下伤势？许天剑问。等你。楚风道：多谢。许天剑抱拳施礼，随后便将诸多丹药取出，吞服而下，盘坐而下，开始调整伤势。场下的小和尚也同样开始调整伤势。过了足足1个时辰，许天剑的脸色终于回转许多，他站起身来，对楚风道：楚风少侠，久等了，你确定你现在没问题？楚风问。楚风少侠，你能等我1个时辰，我已是十分感激，自然不会让你再等。许天剑笑道：好。楚风见他这样说，倒也没有客气，而是直接踏入高塔，紧随其后。许天剑也是走了进来，塔门刚刚关闭，楚风便神色一变，他感觉身后一股寒意袭来。许天剑已是直接出手，他妈的不讲武德！楚风心中怒骂，刹那间雷霆遍布周身，就连4项神力也是出现。楚风直接将战力提升3重，这个时候动身才躲过那自身后袭来的一剑。因为许天剑不仅是9品武尊，他的身上还布满银色纹路，身上升腾银色气焰，就连眼眸也是化作了银色。他同样在9品武尊的基础上提升了3重战力，并且是在出手那一刻就已经提升了战力。他不想失败，所以这一出手就想直接将楚风击败。反应够快的，你果然不简单呐！许天剑咧嘴大笑，明明除了眼眸外貌没有变化，可他此时给人的感觉却与之前判若两人。楚风轻蔑一笑，至于许天剑偷袭失败之后并没有再度出手，而是对楚风道：我承认我偷袭你，是我卑鄙，但楚风，我想问你，你觉得你是福大命大之人吗？肯定比你命大。楚风道：楚风嘴硬没用，要凭实力说话。你看到那和尚脖子上的伤口了吗？许天剑又问。楚风双眼微眯，那是致命伤，你本想取其性命。许天剑笑了，若不是他身上有守护宝物，他已经死了。在这里根本没有人是我对手。小和尚不是，欧阳残剑不是，你也不是，所以我想问你，你会有他幸运吗？你有他有那样的守护之宝吗？别墨迹，有什么话直说。楚风不耐烦了，他已经确定这许天剑就是一个虚伪的伪君子，实则是卑鄙无耻、不择手段之辈。忽然，许天剑周身银色气焰如烈焰升腾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手中银色长剑也是发出共鸣，嗡嗡作响，而强大的气息更是自其体内涌现，席卷整座大殿。许天剑战力极强，他在示威。我念你刚刚愿意给我疗伤时间，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现在认输吧，我饶你一命。许天剑道：怎么个意思？我若不认输，就必死无疑。但我若没记错，你在小和尚之前的对手都是点到为止吧？为何你对小和尚痛下杀手？我若没有猜错，是他见到了你见不得人的一面，或是激怒了你，所以你才动了杀心，而你根本没把握胜我，就算能胜我，也要露出见不得人的一面，所以才想不战而胜。说句实话，你能不用竞技手段，在9品武尊提升3重战力，算是我目前为止遇到过的同辈中最强之一。但你能想出这种点子，我怀疑你小时候可能遇到过驴。楚风道：遇到过驴？许天剑不解，你脑袋应该被驴踢过，所以才会这么蠢。楚风道：擦，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来还可以让你活命，但现在我必要杀你。枪！然而许天剑话音未落，一道寒芒已是来到身前，是楚风率先出手了，没有任何武技，只是手握太古英雄剑，凭借自身战力直接刺来。想比剑，你也配？见楚风不施展武技，反而想用剑法，那许天剑反而兴奋起来，因为他最擅长的便是剑。许天剑手中银剑舞动，不仅将楚风攻来一剑挡开，下一刻更是刺向楚风，刺出的是一剑，可其手腕一抖，却化作无数把剑，此乃剑法。只不过楚风也不是吃素的，一边向后退去，一边抵挡攻势。虽然许天剑的攻势被挡下来，但楚风却接连后退，若是不退，恐怕难挡。二人剑法对决，明显许天剑占优。许天剑自然也是看出这一点，于是他越发得意，觉得这楚风也不过如此，还远不如那个小和尚厉害。跟我比剑，欧阳残剑都未必行，你也配？许天剑十分得意，他从小练剑，早就登峰造极，而他最喜欢的就是遇到用剑高手，以剑胜剑，更让他有成就感。因为他要做的就是剑法第一，不是图腾天河，而是整个浩瀚修武界。他就是有着这个自信。突然鲜血喷溅，而许天剑目若呆鸡，那鲜血自其手腕而来，而他那握剑的手已被斩断，断手还握着银色长剑，但却已飞向高空。是楚风一剑斩断了他的手掌。可是怎么会？楚风的剑怎么突然如此快，并且如此的巧妙？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剑法。就在他愣神的功夫，楚风手中的太古英雄剑化作无数剑影，如箭雨袭来。只是一瞬间，许天剑便感觉自己浑身一颤，低头一看，在他的身上已是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血窟窿，就连丹田也被洞穿。许天剑栽倒在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：与你比剑，我配吗？楚风一边摆弄着手中的太古英雄剑，一边对许天剑问道。许天剑的剑法不弱，相反很强，可以是楚风遇到过的最强，但楚风还是赢了，赢得非常轻松。楚风再一次利用了对方轻敌的心理，但就算他不轻敌，其剑法也比不过楚风，只是正常交手，战况必然陷入焦灼，许天剑必然会使用其他手段。楚风不想拖，所以才直接下杀手。卑鄙，你才是真的卑鄙，你竟故意示弱，然后偷袭。许天剑发出怒吼，眼中尽是不甘。他是败了，却是败在轻敌，所以他才如此不甘。都说了你蠢，
你还不承认？楚风轻蔑一笑，随后手中的太古英雄剑猛然刺出。这一剑，楚风是要了结了许天剑的性命。然而，这索命一剑刺中许天剑之后，楚风就像是刺中了坚不可摧之物，不仅整个人被飞开来，那握住太古英雄剑的手掌竟被震得血流不止。再看许天剑，他丹田处涌现出黑色气焰，那黑色气焰涌入他的身躯，竟与其身躯相融。许天剑银色的眼眸，此时化为了漆黑之色，布满符咒的肌肤也是化成了紫色。楚风，小心！他修炼了极为厉害的魔功，淡淡提醒道：“有点东西，不愧是图腾天河的顶尖天才。”楚风看着此时的许天剑，能够察觉到许天剑的厉害。许天剑的战力仍在攀升，继续下去，很快他的战力就将再度提升，将在9品5尊的基础上提升4重战力。4重战力，这是楚风都做不到的事。这许天剑的确是妖孽级的天才，天赋极为利奥的。面对这样的许天剑，楚风不敢有丝毫大意，一双手握紧了手中的太古英雄剑。结！许天剑躺着的身体漂浮了起来，同时更是发出笑声，居然连声音都变了，嘶哑低沉，宛如妖魔。你的确聪明，知道那小和尚见到了我这一面，所以我才想杀人灭口。现在你也见到了，那你知道你的下场了吗？许天剑抬头看向楚风，此时他的整张脸都变得扭曲，但却笑得极为得意。可就在此时，楚风手中之间猛然挥下，只见一道雷电光刃快速的飞掠而来，一切太快。许天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那雷电光刃已自其身上掠过，但他却丝毫不慌，反而是继续猖狂大笑：“结，没用的！”我话到此处，他愣住了，低头一看，自己身躯正在裂开，他已被一分为二，并且身上还布满雷霆。那雷霆光刃不仅将他一分为二，残留的雷霆仍在席卷他的生命。此时，那缠绕他的黑色气焰也开始消退，他彻底丧失了一战之力。不，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被一分为二后，他还活着，但却顾不得痛苦，因为他感觉难以置信，为何这种状态还能被一击击败？楚风看着许天剑没有说话，他已经承认了许天剑不管此人人品如何，是否修炼邪门歪道，但至少其天赋很强，是配得上天才名号之辈。但很快，他也是神色变化，随后赶忙盘膝坐下，不敢再有任何行动。反噬，滔天的反噬正在席卷全身，毕竟刚刚他所施展的乃是9重天雷斩的第一斩，越来越难缠了呀。楚风眉头紧锁，这9重天雷斩明明是他的最强杀招，修炼他楚风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，可如今却成了禁用的招式。明明只使用了第一斩，可却感觉自己疼痛难忍，意识模糊，甚至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。这一次的反噬比上一次还要凶猛。可恶！许天剑也发现楚风情况不对，只是此时的他却已彻底丧失战力，除了还能说话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就在此时，这大殿之中，空间扭曲，紧接着一道白色的光芒浮现，那是一道结界门。当那道结界门出现之后，一缕白色气焰也是从中飘出，进入楚风体内。原本承受反噬的楚风竟瞬息痊愈。这是什么？楚风起身走向那结界门。正常来说，若胜负已分的话，他应该被传送到塔顶，但传送之力没有出现，反而出现了一道结界门，而这道结界门也有着一抹熟悉的感觉。这是那先前通过考验的古老大殿的气息，又要考验吗？楚风喃喃自语：“楚风，别进去！”可就在此时，许天剑且声嘶力竭地大喊起来：“楚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！”许天剑对楚风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楚风以为他知道关于这古老大殿的事，而楚风也想了解一些那古老大殿。我师尊乃是妖僧。许天剑道。然后呢？楚风问。我师尊没死，今日来这里是要做一件大事。今日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要死，包括图腾龙族的人也要死。但你若将这最强之名让给我，我可以向我师尊求情，饶你一命。许天剑道。你要说的就是这个？楚风问。这还不够吗？许天剑问。楚风笑了笑。下一刻，太古英雄剑飞掠而出，再度刺入了许天剑的丹田。这一剑洞穿的很是彻底，但却并没有索取许天剑的性命。你敢废我修为？我师尊一定不会放过你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眼见修为真的开始流失，许天剑顾不得疼痛，而是愤怒地咆哮起来。他表情十分狰狞，恨不得活撕了楚风。反正你师尊都不会放过我，那我干嘛还要留你性命？楚风问。听闻此话，许天剑忽然愣住了，一股不祥预感由心头升起。别杀我，求你别杀我！你若杀了我，我师尊就真的不会放过你。许天剑给楚风表演了一个态度180度大反转。他虽然在乎修为，但也很怕死。怕死就跟我说说你师尊的事情。楚风还是想知道你所谓妖僧是什么来头的，毕竟许天剑不像是在说谎。倘若真的有危机出现，那他也应当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才对。而后许天剑也不敢怠慢，立刻讲述了妖僧与图腾龙族的恩怨，还说出了关于圣龙遗迹的事情。原来妖僧早就知道图腾龙族准备着最强试炼，是为了破解圣龙遗迹，所以这门通往的是圣龙遗迹。楚风对许天剑问。我也不清楚，圣龙遗迹只是猜测，还并无确切消息。兄弟，你让我疗疗伤，我的修为不能就这样散尽，如果散尽我与我师尊而言没了利用价值，你也是活不成的。许天剑说这话的时候都哭了，他是真的很在乎自己的修为。而楚风则是觉得许天剑说的有些道理，利用价值这4个字很符合他师尊这种邪门歪道的行事手段。你倒也是一个聪明人，但为何不走正道，非要与邪门歪道为伍？楚风问。我也没有办法，我是被他逼迫的。妖僧心狠手辣，连图腾龙族都不放在眼里，我哪里敢与他作对？许天剑委屈巴巴。楚风，他是装的，他们本就是臭味相投，直接杀了他。淡淡看出许天剑此时虽然委屈，可刚刚的嚣张却也是真的，所以现在的委屈是假的。算了，留他一条命。
假如那妖僧真的那么厉害，那有他在，起码还有一点机会。万一那妖僧真的在乎他，真的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呢？楚风是觉得可以留许天剑做人质，不管有没有用，起码留着还算一点底牌。淡淡想了想，觉得楚风所言不无道理，那便由你决定吧。随后，楚风便真的让许天剑疗伤，不让其修为继续散尽，因为楚风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不管怎样，妖僧选中他，必然是利用他。可他若是真的没了修为，便也没了利用价值，楚风留着他便也没有意义了。但楚风虽然稳住许天剑修为，可却还是让他处于重伤状态，让其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。随后将其身上宝物一卡空之后，便将许天剑捆绑得严严实实，且取出专门关押生灵的器物，准备将许天剑关押起来。兄弟，别把我关进去，带我一同进去吧，让我也见见世面，有可能我会帮到你呢。许天剑道：兄弟，你挺没有自知之明啊。楚风道：许天剑一愣，你只是阶下囚，不配合我闯这一计。楚风此话落下，便直接将许天剑收入那关押的器物之中，他自然不会给许天剑这个机会。而后楚风自己则是直接踏入了那白光结界门。刚刚踏入白光结界门，楚风便进入了一片空间之中，空间之内布满符咒，符咒宛如迷宫呈现眼前。考验，这是一场考验，若想离开此地，必须破开这迷宫。这种情况楚风见多了，楚风也拥有着丰富的经验，并且此时楚风的结界之力既然恢复，他的天眼也是可以使用，这使得楚风如鱼得水。不过眨眼的功夫，就已经将这迷宫破解。破解之后，又有一道新的结界门浮现，楚风踏入结界门，走出了那片迷宫，进入了一片丛林之中。这丛林的感觉与外面的丛林一模一样，若不是楚风的结界之力已经得到释放，在这里已经可以使用结界之术的话，楚风甚至会觉得自己还在最强试炼所在的丛林之中。不过他很清楚，他们只是像，绝对不是同一片丛林。不管这是不是圣龙遗迹，但肯定是一处遗迹。就在此时，那结界门开始关闭，但关闭之后却有一道白光流下，主动飘向楚风。仔细一看，那竟是一道令牌。白光退散，可以看清这令牌乃是金色，令牌上面有着一道龙的虚影，虽只是虚影还在蠕动，且给楚风一股极为强大之感。虽然只是虚影，但却仿佛可以摧毁一切。好厉害的令牌！楚风，你觉得此地真的是圣龙遗迹吗？淡淡问。虽然许天剑也不了解这圣龙遗迹，可根据许天剑所说，这圣龙遗迹传自远古时期，是非常厉害的遗迹，因此淡淡也很是好奇。不好说啊，现在没有任何提示。楚风也很想知道此地到底是不是圣龙遗迹，因为若真是圣龙遗迹，能够帮图腾龙族将此地破开，那也是大功一件，图腾龙族应当感激他，另外给予重赏才对。楚风现在也是得罪了不少人，若真能用自己的本事让图腾龙族做靠山，那显然是不错的选择。接下来，楚风将令牌收起，随后四处飞掠，认真观察，很快便发现这片丛林虽然很大，但其实是有边界的。他被困在这丛林之中了，既然被困在丛林之内，又不给予任何提示，线索就只能在这丛林之中寻找。可是，一番寻找，楚风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，这让楚风也是感到不解。让他进入这里，又不给予任何提示，这显然不正常啊！楚风忽然察觉到，这丛林之中出现了一道气息。之前楚风已经观察了整片丛林，可以确定之前是没有人的。这道气息应该是刚出现的才对。楚风赶忙靠近，发现这是一名女子，皮肤雪白，且留着一头白色长发，再加上她穿着一袭白色长裙，宛如从白雪中走出的精灵。前辈，您总算出现了。楚风第一反应便觉得这女子可能是这遗迹内的掌控者，毕竟第一轮考验的那位散发白光的也是女子。眼前这位虽然没有散发白光，也没有散发远古气息，可是形态与那白光女子很像，并且她给楚风的感觉深不可测。只是这白发女子看到楚风之后，却是目露诧异，但那诧异立刻消散，随后取而代之的乃是冷漠。她什么都没说，而是看了一眼楚风后便转过头，御空而起，快速的离开了此地。怎么走了？楚风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应该不是这遗迹的掌控者吧？淡淡问道。而就在此时，不远处空间颤动，一道白光结界门打开，一道身影走了出来。那是一个和尚，这个和尚身材高大且魁梧，脸上有着些许胡须，虽是青年模样，但却很是成熟，应该不是小辈。他虽没有散发修为，可给楚风的感觉比那白发女子还要厉害。但最吸引楚风的是，这个和尚所穿的服饰与之前高塔遇到的小和尚可谓一模一样。楚风的第一反应便是，这个和尚与之前那个小和尚很可能是一起的。那和尚走出来后，其身后的结界门幻化成了一道令牌，飘向了和尚。楚风注意到，那和尚的令牌乃是同色的。看到这一幕，楚风心中有了猜测，这和尚既然与自己相同的方式来到这里，说明他也是与自己一样来这里接受考验的。那么这样来看，那名白发女子的确不是此地掌控者，而是与他们一样，同样是接受考验的。难怪那白发女子见到楚风会如此冷漠，且对楚风的问题不予理会。这位兄弟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此时，这个和尚赶忙走了过来，显然他也不太清楚关于这里的事情。可还不待楚风回答，又有一道白光结界门浮现，紧接着一道倩影从中走出。看到这位，楚风顿时大喜，竟是龙小小，并且楚风察觉到，此时龙小小的修为竟有了极大的增进。小小看到龙小小，楚风赶忙走上前去。楚风，你也在这呀？见到楚风，龙小小比楚风还要高兴。而后经过两人简单的交谈，得知了事情的大概经过。原来龙小小与自己有着相同的经历。首先，龙小小也遇到了那古老大殿的考验，他不仅通过了考验，后面也进入了高塔对决，并且成为了武尊初期场地的最终胜者。也就是在他获胜那一刻，出现了这结界门。我擦，
所以你们是武尊初期和武尊后期的最强之人，那岂不是说我师弟他败给你了？那和尚一脸吃惊的看向楚风，你师弟不是败给我了，而是败给其他人了。楚风说道，那小子居然这么不行啊，居然连和你交手的机会都没有吗？回头我可要好好嘲笑一下他。得知经过，那和尚则是哈哈大笑起来。所以你是半神后期的最强之人？楚风问道。这是自然。见楚风提起此事，和尚露出得意笑容，而楚风则是看向白发女子离去的方向。所以他是半神初期的最强之人。那龙成宇呢？他击败了龙成宇。楚风正在猜测着，那和尚则是四下观望起来。龙成宇呢？龙成宇怎么还没出现？和尚大喊着。而此时，一道白色身影从远处飘来，正是那白发女子。你是谁？你是这遗迹内的人？和尚问。女子没有说话，而是拿出一块令牌。那令牌正是刚刚白色结界门所化作的令牌，只不过女子的令牌乃是银色。女子是在证明自己的身份，她也是从最强试炼过来的。原来你就是龙成宇啊！龙成宇居然长得如此秀气，居然像女子一样好看。和尚道。听闻此话，那白发女子眉头皱了皱，瞥了和尚一眼，就跟看傻子一样。而楚风也是倍感无语，忍不住道：她应该不是龙成宇，不是龙成宇。和尚有些意外，她怎么看都是女的。楚风说道：哇，所以不是龙成宇长得像女的，而是这位就是女的，那她就不是龙成宇啊。和尚道：这不是显而易见吗？楚风道：嘿嘿，不好意思，我听闻龙成宇来参加最强试炼，我便觉得龙成宇必然会是半神初期的最强之人，怪我了，怪我了，姑娘莫要见怪啊。和尚有些尴尬，咧着大嘴冲着白发女子笑了笑，而白发女子则是冷漠地瞪了和尚一眼，看来她也对此有所怨念。所以姑娘，你击败了龙成宇，不知姑娘何方神圣啊？居然连图腾龙族最强天才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和尚接连问道。白发女子依然没有说话，只是将自己的令牌丢向了楚风三人这边，随后便盘膝坐下，那个状态是开始修炼了。楚风，这女子好拽，她好像完全看不起你们。淡淡笑嘻嘻地说道，确实很是傲气。楚风也觉得女子很傲，但她傲不傲气关自己屁事。于是楚风摸向了自己的乾坤袋。白发女子虽然很傲，可楚风却也明白发女子的意思。她刚刚离去，必然也是如楚风一般观察过这整片丛林，是发现没有任何提示，所以回来之后便将那令牌取出，且丢给楚风三人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他的意思应该是想让楚风他们将4人令牌放在一起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反应。于是楚风从乾坤袋内将自己的令牌取出，我擦，金色，这位兄弟，你这令牌是金色呀！看到楚风的令牌，那和尚发出惊呼，本以为那姑娘银色令牌够厉害了，你居然是金色呀！所以刚刚的考验，你应该是第一个通过的吧，并且通过速度极快。我擦，兄弟，人不可貌相啊，你这天赋不得了啊！和尚看楚风的眼神明显刮目相看，毕竟他手中的令牌乃是同色，连白发女子都不如。令牌上面的内容一样，唯有颜色不同，金银铜。谁都知道金子价值更高，这从某种层面已经说明楚风的令牌更为厉害。而和尚则判断出这颜色的差别应该代表着破关的速度，破关速度达到了某个要求，就会获得对应的令牌。听到和尚的声音，那白发女子也是睁开眼眸，发现楚风手中的令牌的确是金色后，眼中也是涌现出异样，但也只是看了一眼楚风，便将目光收了回去。龙小小则是撇了撇嘴，有些尴尬，因为他的令牌连同色都不是，就像一块废铁。嘿嘿，姑娘别藏了，我都看到了，你那令牌是铁做的。和尚咧着大嘴对龙小小道：哦，你眼神真好呢。龙小小对他翻了个白眼，但也是将自己的令牌递了过去。此时4人以将令牌放在一起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随后楚风释放出结界之力，想用一些结界方法看能不能够解读4块令牌。我擦，你是白龙神袍，你的结界之术竟比修为还强，难怪你是武尊后期最强之人。你不是最强，谁是最强啊？我那师弟败得不冤，败得不远啊！那和尚感受到楚风的结界之力，再度大喊起来。那白发女子刚刚闭上的眼眸也是再度睁开，这一次直接看向楚风，且认真的打量了一下楚风，但也只是看了一番后，便再度转头修炼去了。这位兄弟，你别一惊一乍的，怪吓人的。楚风道：嘿嘿，不好意思，天生大嗓门，还请这位小兄弟别介意。和尚道：在下楚风，还不知该如何称呼。楚风对和尚问：小僧刘阔乃是王鸾的师兄。和尚说道：王鸾是与我同一场地的那位僧人。楚风问：对，就是那个长得很猥琐，不及我1/10帅气的秃头。刘阔咧嘴大笑，噗，谁给他的自信啊？见刘阔这样说，淡淡都忍不住了。只论长相，明显王鸾比刘阔好不少。虽然刘阔也不丑，但他和帅是不怎么沾边的，更多的是男子气概。他们应该关系比较好，所以才会这样。楚风对淡淡说道：他在这刘阔身上倒是看到了一些王强的影子，所以可以感觉到刘阔与那王鸾的关系应该也是极好才对。表面嘻嘻哈哈，什么玩笑都说，但若真有人敢动他们，他们绝不含糊。这位姑娘呢？刘阔看向龙小小，在下龙小小，拜见刘大师。龙小小施以一礼，别这么叫我啊，妹子，你叫我刘阔就行，实在不行叫我刘哥哥，反正别叫我大师。刘阔说道：那便叫你刘阔吧。龙小小道：刘哥哥也行的。刘阔强调道：知道了，刘阔。龙小小道：刘阔。而楚风则是继续尝试令牌相容，只是一番尝试之后，楚风却是摇了摇头，不行，没有任何办法。于是楚风、龙小小、刘阔分别将各自令牌收回，而白发女子那一块，龙小小则是主动拿起，送到了其面前。谢了。白发女子终于抬头，不仅接过令牌，还对龙小小道谢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对待女子她还是颇为友善的。我叫龙小小，
不知姐姐该如何称呼。龙小小客气问道，但是女子没有回答。那不打扰姐姐修炼了。龙小小微微一笑，也不生气，而是直接离开。小小修为踏入了5品5尊，是发生什么了？楚风以暗中传音询问。他刚见到龙小小，就发现龙小小的修为有了极大增进，这是一种不合常理的变化。而后龙小小也是暗中传音告知楚风，他的修为有如此变化，与古老大殿考验有关。接受考验的时候，他得到了增强修为的强大力量，这才一举踏入了5品5尊，并且那力量还在他体内，并未彻底相融，所以他还可以继续提升修为。但龙小小发现那力量与自己相融需要时间，他现在倒是可以强行利用那力量增进修为，但感觉会影响根基，所以他决定给予相融时间，相融一部分就修炼一部分，直到将这力量彻底利用。让我看看。楚风抓住龙小小手腕，想查探一下究竟是什么力量，可却发现根本查探不到那股力量。我查探不到。楚风以为，没想到以他如今的观察力，却查探不到那力量是一条龙的虚影，就在我的丹田之内，在主动尝试与我血脉相融。龙小小见楚风查探不到，便详细讲述了情况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则是内心窃喜。小小，你预感这力量若全部相融，可以让你的修为增强到何种地步？楚风问。突破半神不难。龙小小道。好强的力量，我听闻此地是圣龙遗迹。小小，你该不会是得到圣龙遗迹认可了吧？楚风问。之所以是这样问，乃是楚风虽然也通过了考验，可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，但龙小小却得到了好处，并且这好处极大。短时间内修为便让龙小小的修为踏入5品5尊，并且那力量还剩下许多，还具有很多，足以让龙小小踏入半神，并且还是一条龙的虚影，主动与龙小小血脉融合，这是何等力量？多半便是这圣龙遗迹的传承了。圣龙遗迹是什么？龙小小显然还不了解圣龙遗迹。随后楚风与龙小小继续暗中传音，讲述了关于圣龙遗迹的事情。原来这遗迹这么厉害，难怪我体内的力量如此强大。龙小小得知圣龙遗迹的名气，也是喜出望外。只是若是我已经得到了圣龙遗迹的传承，此地应该也是圣龙遗迹才对，为何我们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线索呢？龙小小问。小小，你查探一下你体内的力量，看看能否与此地进行沟通。楚风觉得，倘若是龙小小得到了传承，那么他应该是可以与这遗迹沟通才对。龙小小说话间便开始尝试，只是一番尝试之后，龙小小却是摇了摇头，他什么都感受不到。此时一道身影飞掠而来，是那个和尚刘阔，什么线索都没有，什么好处也没有，好端端的将我们送到这里干嘛？这是什么鬼意思？刘阔骂骂咧咧。在楚风与龙小小暗中交流的时候，他也没闲着，已经绕着这森林跑了好几圈，但却什么都没发现。忽然之间有所变化，察觉到这变化，楚风猛然抬头看向天际，白发女子也是睁开眼眸看向天际，刘阔也是有所察觉，抬头看向了天际。唯有龙小小是后知后觉，见他们3人看向天际，也跟着看向天际，但却不明白这3个人在看什么。变了！楚风与刘阔几乎异口同声。变了？哪里变了？龙小小不解，他看着头顶的天空，明明与之前没有任何差别。龙妹子，之前我们见到的天空乃是阵法所化，虽然与真正的天空一样，但只是仿造罢了。但现在封锁此地的阵法已经变成了透明的，可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天空。刘阔解释道。可为何要有这样的变化？龙小小不解，必然不会无缘无故，必然是有所线索。待我刘阔认真看看，一探究竟。话罢，刘阔的双眼竟然变了颜色，肉眼可见的2道光芒自眼中射出，直冲天际。那是特殊的观察之法，但很快他便将目光收了回来，不仅闭上双眼，还面露痛苦。失算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遗迹在搞什么鬼？戏耍我们玩吗？显然，刚刚的观察之法对刘阔而言也有着不小的负担，所以此刻才骂骂咧咧。楚风，你觉得呢？龙小小对楚风问。因为楚风一直抬头观看天空，楚风也的确在认真观察，甚至动用了天眼，但同样什么都发现不了。不会无缘无故，可能是即将发生什么。遗迹想要我们看到外面的情况。楚风猜测道。外面会有什么情况？刘阔问。你们可知道妖僧？楚风问。妖僧？听闻妖僧？刘阔与龙小小皆是神色一致，显然是想到了什么。我知道，我在半神境最后的对手是一个老头，那老头自称是妖僧弟子，让我将最强之名让给他，不过被我一掌轰得昏死过去了。刘阔说道。我也是，我最后一个对手虽是小辈，但却也自称是妖僧弟子。他还说他师尊会将此地所有人屠杀，但是我没信，也是将他打昏了。龙小小说道。楚风看向白发女子，白发女子依然闭目修炼，但楚风却有了猜测。我猜妖僧是派出了4个弟子，争夺4个场地的最强之位。楚风叹道。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？真有那样一个妖僧？龙小小问。多半是真的，也许那妖僧要出手了。楚风说道。听楚风这样说，龙小小也是赶忙抬头望向天际。有这种好事，那我可得好好看看。刘阔更夸张，他竟席地而坐，取出一张毯子铺在地上，随后又取出一个箱子，箱子打开竟是诸多美味佳肴，甚至还取出了4副碗筷。来来来，楚风兄弟，龙妹子，过来一起吃点。刘阔对楚风招了招手。龙小小感觉无语，按照那妖僧弟子所说，其师尊实力滔天，倘若一切为真，他们可是有灭顶之灾。这刘阔心也太大了吧，这种时候不仅不慌，反而一副看热闹的模样。而令龙小小无语的是，楚风竟真的走了过去，并且已经坐下来。刘兄，不白蹭你的吃的，我这有好酒。楚风说话间拿出了一个酒葫芦，这是楚风之前斩杀司徒界灵门长老的时候抢过来的。这酒葫芦里面装的的确是好酒，乃是前世酒馆的酒。嘿嘿，楚风兄弟，我刘某人没别的爱好，一个美食，一个美酒，所以天下美酒尝过不少。不是我吹，你眼里的好酒，可能在我眼里
只是一般。楚风兄弟，你还是尝尝我这酒吧。刘阔说话间，也是取出了一坛酒，倒入了碗中。楚风没有理会刘阔，直接将酒葫芦打开。酒葫芦打开那一刻，刘阔眼神就直了，那端到嘴巴前的酒碗不动了，而是直直的盯着楚风手中的酒。当楚风把酒从葫芦倒入碗中，那刘阔连连吞了3下口水。我擦，好香的酒！楚风兄弟，我错了，你还是给我尝尝吧。刘阔说话的语气都变得祈求。来，刘兄。楚风直接将已经倒好的酒碗递了过去。刘阔一饮而尽，爽啊，果然好酒。楚风兄弟，你这是什么酒啊？刘阔问。前世酒馆的酒。楚风道，原来是前世酒馆，我早就听闻过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去品尝，不曾想今日在楚风兄弟这里尝到了。这酒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啊。刘阔说话间，把酒碗递给楚风，咧嘴大笑。楚风懂他的意思，又给他倒了一碗。就在此时，有一只雪白小手也握着一个玉碗凑了过来。龙妹子，这是酒，喝多了会醉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也敢喝？刘阔问道。楚风则是什么都没说，直接也给龙小小倒了一碗。谁说女子不能饮酒？龙小小笑了笑，随后便喝了一口，动作儒雅，但一看就是会喝酒之人。哈哈，好好好，想不到我龙妹子长得秀气，原来是女中豪杰。刘阔夸赞道。此时楚风也将自己的酒碗倒满。天下之大，相聚是缘，我们干一个。楚风举起酒碗。好。龙小小笑得很甜，先和楚风碰了一下。哈哈，好好好，天下武者数不尽，志同道合有几人？今日刘阔能结识2位，真是莫大的荣幸啊。刘阔举起酒碗，爽朗大笑。至于白发女子，则依旧修炼，丝毫不受影响。与此同时，最强试炼5尊后期的场地内，人们都在盯着高塔议论纷纷。毕竟高塔的门还是关闭状态，他们在想，为何这么久还没有分出胜负？而那叫做王鸾的小和尚，此时几乎已是无碍状态，他并没有如众人一般盯着高塔，而是抬头望着天际。他也察觉到了天际之上的变化。图腾龙族顶尖高手盯着那与圣龙遗迹相连的球体，而其他人则是盯着阵法图。从阵法图来看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可忽然，浩瀚虚空剧烈一颤，无论外面的人，还是试炼内的人，还是楚风4人，都是感受到了这种波动。此一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向了天空之上，因为天际之上出现了一团黑色气焰，那黑色气焰不断蠕动，宛如一只巨大的眼眸，凝视着下方，看着极为诡异。突然之间，黑色气焰之中飞掠出无数黑色锁链，锁链之大，只是宽度就有数万米。那巨大锁链如要攻城略地，快速向4面8方飞掠而去，瞬息之间便已是遮蔽虚空。而很快，那锁链竟然开始下落，轰轰轰轰，大地接连颤动。是那锁链穿过大地，一眼望去，黑色锁链如同巨大的鸟笼，只是他所囚禁的却是亿万修武者。不妙！虚空之上，2道身影眉头微皱，乃是莫雨涵的爷爷以及龙小小的师尊。在其他人还感到茫然之时，他们已经就察觉到他们被困住了。然而天际之上，黑色气焰形成的黑团面积越来越大，并且又有大量的黑色锁链飞掠而出。这一次数量比先前还多，但却没有再下落，而是沿着虚空继续飞掠，不知飞向何地。这感觉是要封锁整个世界。龙小小师尊道：好强的手段，是何人所为？是冲着最强试炼吗？莫雨涵爷爷问。多半是冲着图腾龙族。龙小小师尊道：不会牵连我家雨涵和你家小小吧？莫雨涵爷爷有些担心，这阵仗不可能不牵连。龙小小师尊道：那看来我们也要出手了。莫雨涵爷爷道：先看看，这位虽然来者不善，但图腾龙族也没那么好对付。龙小小师尊道：虽然这等高手气定神闲，但是其他人可就吓坏了。此时虚空之上已经密密麻麻布满了巨大的黑色锁链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锁链所封锁。这等封锁世界的阵仗，他们可没见过。那到底是什么啊？我怎么如此不安？莫说外面的围观之人，就连场地内的人们也是慌乱起来。毕竟阵法发生了变化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虚空的变化。楚风他们也看得清楚，是那个妖僧吗？好帅的出场啊！楚风兄弟，真的有好戏可以看了。刘阔不仅不担心，反而显得格外兴奋。可相比于刘阔，楚风的表情则是变得严肃起来。他能感受到天际之上是何等力量在涌动，那是他们完全无法抗衡的力量。倘若图腾龙族真的不敌，他们也将面临灭顶之灾。